重生回到极寒末日前20天，将地下防空洞打造成末日庇护所。上一世我因撞破了男友和好闺蜜的奸情，并揭穿他们想骗我钱谋我命的阴谋，被恼羞成怒的他们推出门外。没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，将我活活冻死在门口。这一世我一定要让你们血债血还。打开我离开那天安装的监控，看着他一边和怀里的小美腻腻糊糊，一边深情脉脉地给我打电话。我忍着恶心，挤出夹子音问二蛋：“你爱我吗？”二蛋答得极顺口：“当然爱呀。”说完就在小美的脸上狠狠地亲了一口，然后道：“大宝贝，你听见了吗？老公在亲你哦。”话音一落，小美跟他无声地笑作一团。我淡淡道：“听见了，不过我咋觉得你其实是在亲一头猪？”他怀里的小美立刻跳了起来，一脸怒意的愈发作。二蛋赶紧竖起手指示意他别出声，边对我道：“傻丫头，不许说自己是猪。”我当然不是说我自己。哦，对了，你这2天见小美了没有？二蛋便有点紧张。没有啊，我见她干嘛啊？没见就好，他最近为给他哥哥还赌债，正到处借钱呢。我劝了他几次，他也不听。瞧我走的时候，看到一个女的被一个矮胖的男人搂着进了家酒店，很像他，但是希望不会是他吧。看着监控中二蛋变了脸色，小美的脸上也出现了慌乱。我笑眯眯地挂了电话。最近换了新手机，打电话声音更清晰了。大家换新后，旧的都怎么处理的？像我每次换下来的旧手机、相机、手表都会叫转转免费上门回收，价格满意现场打钱。我那台 iPhone 14还卖了3100多，躺在家里就把手机给卖了，特别省心。要我说趁着旧机还值钱，赶紧叫转转上门回收就对了。小美和我是大学同学，上一世因为我家猫咪总是莫名其妙的受伤，于是我在家里装了监控，可还没顾得上告诉二蛋，就被我发现他和小美在我的床上进行不可描述的行为。事后小美催促二蛋抓紧骗我卖房和买保险，她说如果我实在不肯听话，就找机会弄死我，这样她作为我唯一的遗产继承人，我家的几套房子以及财产就都是她的了。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，就为了这么点财产，这个我视为亲姐妹的闺蜜居然想要我的命。监控中二蛋已经开始质问，小美则赌咒发誓她绝对没有跟人去开房，并咬定是我污蔑她。我笑眯眯地看着监控中他们吵成一团。我更想知道，当二蛋发现自己竟然欠下那么多贷款时，他是什么反应？关掉监控，我又租了5台商用冰柜回来，专门用来储存食物，等低温来临，那室外就是天然的冰库，那时候就算断电我也不怕。最后我又找人加固了门窗，其实我并不担心安全问题，我只是怕门窗被大雪和低温压级损坏，这样屋子就完了。做完这一切，距离低温来临只剩2天了，二蛋也终于发现他欠下大批贷款的事。他打来电话：“你是个贱女人，我的贷款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我边懒洋洋说道：“什么贷款？我不知道呀。”你还想抵赖？二蛋怒不可遏：“酱汁，你真可恶，竟然用我的身份信息贷款这么多钱，你还是不是人了？”我语气稍稍认真：“你是说前几天你转给我的那123万？”二蛋暴跳如雷：“什么我转给你的？我什么时候转给你的？”我发过去一张照片，是张借据，上面清楚地写着他借了我现金123万，1年之内免息还清。二蛋炸了：“我什么时候借过你钱？”二蛋当然不承认，在电话那头嗷嗷地叫唤：“你立刻把钱还给我，不然我告你！”我冷笑：“我既然敢这么做，就不怕他告。证据链我早就准备好了，借条自然是我伪造的，可后面的签名却是他亲笔手书啊！别问，问就是没事，千万别在空白纸张上乱写自己的名字。再说今天末世倒计时的最后一天，就算他要告我也找不到我。”我挂掉了电话。末世最后的安静日子，我还是很珍惜的。吃了我喜欢的四川火锅期间，二蛋不停地给我打电话、发信息，对我破口大骂。我既不拉黑也没回复，因为我的报复才刚刚开始。晚上，我最后一次检查了防空洞的通风口，关好了门窗，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。手机突然响起，是小美打来的电话，我没接，拿出 iPad 点开监控，小美果然在，但二人显然没有了往日甜蜜的气氛。二蛋气急败坏，小美则不停地一遍遍地拨着手机，最后她将手机一扔，骂道：“真没想到他心机居然这么深，这么多年我近一点都没看出来，你怎么这么蠢？他让你干啥你就干啥，你是猪吗？”二蛋大怒：“还不是你总说他好骗，没心眼，不然我能这么相信他？”我是在他们的争吵中睡着的。可笑的是，到了这个时候，他们都还没发现我的物品以及许多棉被已经不在了。醒来时已是夜里3点，我从被窝里伸出手感受了一下温度，确实凉了很多。抖着手拉开窗帘，屋外雪白刺眼，大团大团的棉花团子一样的东西砸下来，是大雪。末世低温如约而至。